从头摸到尾。你那时候看到除了看还有摸，那你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有吓到吗？其实没有到吓到，只是觉得哇，真的蛮大的。但是我没有到吓到，是觉得哇，真的蛮严重的，真的蛮大的。OK， 那你有蛮长又蛮大，蛮长。欢迎收听娱乐扭蛋机，我是阿庸贤，我是王硕翰，欢迎约定两位，耶！今天一起要来好好的聊一下你们这部的新戏了。对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约定的这个故事是在讲些什么好了。好，它其实故事蛮简单的，它就是一个原本算是一个公益坊，然后它因为经营不善，然后有一个人要买下它来重新经营一下。但是好死不死，这个总监呢，他有一个规定叫做禁爱令，他不准公司里面有任何人谈恋爱。假设有谈恋爱，你就是两条路，一个就是分手，一个要么就是离职。对，然后我硕翰饰演的石磊就是要负责去打破这条公约，然后就是看有什么金宇珍的把柄可以抓到他。但是没想到在调查他的过程当中，对他产生了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，对，慢慢的爱上对方这样子。对，好，那东贤，他刚刚是不是讲完了？那你介绍你的角色，我是不是讲完了？角色，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金宇珍，然后他就是一个空降的总监，他真的蛮霸道的，所以他一开始定出来的，就像刚刚那个石磊说的，单身公约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在一开始的第一集就有非常强的一个碰撞跟争执。我觉得很酷因为我们其实在之前介绍当中就有提到，其实有部分的剧情是取材于就是要你爱上我，这个做法是蛮特别的对，就是算是有一点小改编的感觉。那接下来这个我要听的是比较成人一点的，因为我们在记者会上的时候有分享过第一次的吻嘛，可是第一次吻的吻就是这样子而已，啄一下而已。对，可是我们想要探讨，因为口味比较重一点点。那你想要多成人？比较猛烈的吻是在你想要多成人，我就给你多成人。可以那我们就开始聊，把题目访纲换掉。这个电12点以后把访纲换掉，没有啦，先来聊一步一步来。我们先来聊最猛烈的吻那一次。最猛烈的吻算是那是我们第2次的吻戏，然后也算是我人生中第2场吻戏，然后就要吻成那样。其实基本上，我为什么只讲到这边还支支吾吾？因为基本上我对那一场戏没有太多的算是空白的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太紧张了，紧张到我当下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然后它就结束了啊！所以是太猛烈到你自己，对，我就整个太紧张，因为我没有拍过，就是之前也不是第一次吻的那么。小情小爱那种感觉，就是这么猛烈，这样对，它是很猛烈的，所以我一开始就很紧张。然后导演还没喊 action 的时候，我就一直问同学说：“所以现要怎么办？我现在要用什么心情？那等一下怎么办？”然后我的脑海都是在想说，等一下的路线，等一下手要几秒要搭到他的肩膀这样子。所以我当下导演一喊咔的时候，我就脑袋就空白了，我完全不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。那我们来问问看你的记忆卡。对，我的记忆卡你的记忆卡在这边。他真的是，他那一场戏真的是算是把剧情两个人的情感已经浓烈到破百了吧？然后到最后一刻，就是那种点燃核弹的爆发的那种最激烈，然后再加上有一点暴力的那种感觉，有点暴力，有点暴力的激烈，嘴角有点微笑啊，有点暴力的激烈的一个吻戏。然后热吻这样子，然后他在过程当中，他唯一我们走完戏也拍完第1卡，拍完第2卡，他跟我最常说的话就是待会要干嘛？对。他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，对，真的是不知所措。他已经是紧张到整个脑袋是一片空白，就连那个侧拍师去问他说：“你觉得那场戏怎么样啊？”然后他就会说：“我不知道刚刚那场戏发生什么事情了。”那东贤，你记得那时候导演给你的指令是什么吗？我自己的指令我自己是非常清楚，然后我也会顺便把他的指令给记住，所以我就会，他就问我说：“我等一下刚刚上一卡哪一个点没有做好？”哪个点还要再更好，我就会跟他说：“你刚刚在手摸到胸膛的时候，然后滑下来，你的左手有点太
太靠近哪里，太怎么样的，就是哪个位置跟角度都要会跟他讲。那因为除了这个位置的部分之外，因为我们在吻戏当中其实有分很多不同的等级嘛。对，因为可是这个猛烈是你们实际经验过才知道到这么猛烈。那时候导演怎么跟你们讲说你们就是给我亲到什么程度？他有跟你们讲吗？或者是你们怎么收到这个指令的？其实剧场不是剧场，剧本上只有写说亲密缠绵4个字。亲密缠绵的定义很广对，好，那怎么样？后来怎么样子把这个爱火烧到这么烈的？后来是我们两个先讨论说，等一下应该怎么用。我们想说，与其让导演指令，不如我们两个先有一个大概的想法，说，等一下要从哪里亲到哪里，然后什么哪边表情手要摸到哪里，之类的。然后再跟导演讨论，因为这场戏的热烈程度是非常非常强的，所以我们就会追溯到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热烈，所以我们就会回推到之前的戏，之前的每一场戏为什么会这样子，然后也以演进到说这场戏要这么的激烈碰撞，对，然后就累积的那个情感在那一刻爆发，这样子大爆炸大爆炸！对，你们这样害我好期待哦。我自己也很期待，我说真的，我自己也好期待哦。那你们有脸红跟耳朵红吗？我们那个一定有吧，但是导演没喊卡，但是我觉得那肯定有，还是那已经空白到已经不知道。你是不知道，但是你不止脸红，你全身都红的。但是如果以那个情况下，他是一喊 action 他就已经红了，所以好像没有联不联系的问题。对，就是在剧中也是合理的，就是你真实的生理反应状态刚好跟石磊是需要的。对，因为那时候第一次吻是我们前面讲台词的时候，我没有耳朵红，但亲完之后耳朵突然红，然后要第2卡的时候，我们要再回到前面讲话的时候，那就会有点不联系。但是激吻的那边是一开始一喊 action 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开始亲了。说你是不是一个很容易有生理反应的人？我是说，你说皮肤吗？对，你是不是很容易有？对，我发现我耳朵蛮容易红的。对，所以你最敏感的地方是你的耳朵。应该是。他耳朵很傲娇，他耳朵很傲娇什么意思？很不听话。什么样傲娇的耳朵？不听话。就是明明这场戏就是咔完之后回到上一拍上一栋，然后就不要红了，结果他偏偏就是我要红给你看，而且我的就是可能心里已经都平静下来什么的，但是他就还是红。那东贤，你可以在他耳朵这边画一圈吗？现在可以在他耳朵画一圈，然后看他是怎么样，就是轻画他的耳朵一圈。其实我现在看过去，他耳朵就已经有一点红了。对，你现在画，你现在画他耳朵一圈这样子，画他耳朵。现在 podcast 的听众，如果你要看到画面的话，可以到 YouTube 上面看。好，来，已经红了。对，你为什么耳朵在红？你在红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东贤，你要有点爱的，你要有点爱的，对，你要用金宇镇的角色去这样。是不是红的？我看一下我另外一边是不是也红的？是红的吗？红的吗？好了，那个有点摸太多，因为你刚才有点，这真的很红，真的很红吗？对，你耳朵真的红这个就傲娇，好，那这样子吻戏都这么猛烈，还在持续红，对不对？越来越红了，对，它越来越。除了这个猛烈之吻之外，你们两个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，献给彼此？你还在摸你的耳朵，对，第一宝贵的第一次。我不久之前有发生一个车祸嘛，我身上有疤痕，他是第一个看到我全部疤痕面貌的人。而且第一个摸你疤痕，对，摸我疤痕的人。等一下你是说包含现实生活中的家人朋友这些，还是说除了医生之外，家人医生之外，他是第一个看到全貌全疤痕的人，赤裸裸的。我就把疤痕的第一次献给他了。你那时候从头摸到尾，你那时候看到除了看还有摸，那你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有吓到吗？其实没有到吓到，只是觉得哇，真的蛮大的。但是我没有到吓到，是觉得哇，真的蛮严重，真的蛮大的。OK， 那你有蛮长又蛮大，蛮长。好啦，那你那时候有没有心疼他？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他的痕迹嘛，有心疼他，真的会感觉，我就觉得哇，这到底你这怎么熬过来？当下，我猜想应该是当下已经不会痛，但是醒来之后一定是那种。就是刚手术完那个一定很痛，对部分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，应该会有心疼。我想到我自己都会痛，会痛，对不对？心痛的感觉。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吗？他记得你的什么事情是你会觉得说好像？他记得我什么事？比如说像我有什么东西不能吃，比如说什么牛奶我不能喝什么，他有时候可能
因为他很爱吃巧克力，然后他有时候说哦，这巧克力你不能吃，因为它里面有奶啊。如果你要吃巧克力，我带给你一个没有奶制品在里面的黑巧克力。你这么温暖，记得这些事情。但他一开始还那个我们还不熟的时候，他记得他好像帮我贴了一个标签，就是啊，这看起来就是好像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，对，就是感觉他就是壮壮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很难跟细心连接在一起。所以这是你认识他之后很反差的一面，很反差，超级反差的，就是他很细腻，就是他要是没有这个肌肉，你会觉得他一辈子不会去健身房的人。就是你的个性不像是你会去健身房。对，那你有感觉到硕翰有什么反差的一面吗？就是从一开始的客套到后来有点官腔，然后到后来他越来越直接，然后也把那个客套的那个伪装拿掉了，他变真诚了。然后但是就有点太呛，对啊，他就是有时候会冒出几句，然后我们没有办法连上线的。我很喜欢在剧组讲89语录。89语录是指一些，就每次在说话的时候，就突然就没有很可以，但也惹不起啊。好了，讲一些你看什么？我刚刚没有连线到什么？那刚刚什么东西？没有很可以，但你也惹不起。对，就是网络上常用的一些用语。对，你的嗜好在收集这些语录，是不是？他有时候就看，因为他在网络上很活跃，所以他就是会去观察的。那你最近有收到什么得意的作品吗？可以分享给扭蛋机的粉丝。别爱我没结果，这个是够89吗？收集，他问我不是要问我有没有收集？你看是不是？好吧，就是你看，我跟你讲，这就像阿信说的，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我们现在如果有画面可以做后置，然后我们现在头上就是噔噔噔噔噔，然后都是问号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这是就我一个人很开心。所以你看，我就说他的熟识之后的腔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刚刚都没有办法连上。我喜欢看大家觉得很腔的那个，对他又很享受，我很享受你们刚刚没听懂的感觉，所以你就觉得很爽，有种成就感，所以你会很常这样子。对啊，我都很常断线登出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我真的是没办法了解这件事情，可能这是年纪上的代沟。对，从去年的12月到现在，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，相信有一些话跟彼此说。我们的最后要不要就是跟彼此告白一下？我先好了。好，在跟你相处之前，第一次认识你，可能会觉得你有一点客套，或者是有点官腔。但是在认识你之后，我觉得你的真诚跟你的直接是非常珍贵的宝藏，我很喜欢。然后，我觉得你也非常的单纯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下去那个笑容在外面的时候少笑一点点，真的少笑一点点，不要乱露出你的杀手锏，对你的武器，对那个笑容非常的无解，连我自己都解不开，对，所以就是觉得你这样很棒，对，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在你未来的路上坚持下去，你想要做的事情。所以那个笑容只能对你笑，就是我希望可以。我先都要这样子。对，你就他整个影片可能都是马赛克打码。我要笑了，帮我遮一下，对，就东西来了吗？东西来，看一下这样子，然后说看换你了。好，首先就是从我们相处了快半年，其实说实在话，其实在相处的第3次还第2次，其实对你的印象就越来越改观了，就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会照顾人的，然后是一个非常体贴的，跟你的就是外在给别人的感觉是确实真的是很不一样。然后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你在下戏的时候，你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很轻松很自在的感觉，然后但是一上工却是很认真，然后非常会照顾到身边的人，然后即便我在跟你对戏，假设说我中间有一段就是可能比较激烈的戏的时候，你也会很替我想说我这一段戏要干嘛，要帮我注意什么，就除了你自己的分内工作之外，你也会顾及到我，所以我真的很开心很幸运，就是这一次能够跟你一起完成这些很有挑战的任务，然后也希望你之后也一直这么的温暖。
你干嘛？要哭了吗？觉得很棒，很棒。那你的 ending 可以送他一个那个吗？把那个什么语录的？不要，也希望你这么一直的温暖。停在这里就好。江湖再走。不要，是不是？江湖再走是什么？好了，我觉得真要有。好了，我觉得今天很开心，因为真的，我觉得透过你们之间的。因为上次记者会的相处，因为好像蛮短暂的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工作嘛，对。今天可以再坐下来跟你们好好聊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感觉又更不一样了。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个相处的方式，我觉得很可爱，也让我们更加期待约定。现在播出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在播了。对，我们是每个礼拜4的中午12点，对，跟大家见面。所以观众朋友们记得一定要支持跟锁定这样子。今天谢谢你们，谢谢喜欢我们 Podcast 的听众朋友，记得给我们5颗星。那如果是 YouTube 观众朋友，记得给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今天谢谢金石 CP， 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